What's up？我是一方。今天这是我第一次说加密货币，那第一次就献给我们的 Luna 了，因为 Luna 这次事件真的是非常的紧张又刺激啊。Luna 呢，在这3、4天之内，就从大概80几块跌到现在连1块都不到，现价是0.00025美金。那总供应量也来到6兆5000亿颗 Luna 啊，这个数量真的是有点夸张。现在造成这么多的供应量，其实也是它的算法搞出来的。那到现在还有人在幻想着它会回到$1，我看这个数量实在是有点难哦。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这次冲浪里面捞到一点钱呢？大概在0.00几的时候，被我进场捞了大概$30吧，赚了2倍就马上出场了，这实在是太可怕了。这次跌幅比 Bitcoin 还刺激啊 ！Bitcoin 都还没有跌得这么惨。应该一些老屁股都有听过吧？Luna 发行的稳定币 USD 到现在呢？已经剩$0.16了。它其实本来应该要锚定在$1的，看真的是非常的夸张。再多的储备都救不起来吧？为什么储备会扛不起来呢？这个后面会再提到。那这边简单介绍一下 Luna 的机制。这次死亡螺旋是怎么来的呢？它利用合约算法将 UST 锚定在$1。当 UST 大于$1的时候 ，Terra 协议会燃烧 Luna 并铸造 UST。简单来说就是蒸发 UST， 使 UST 的币价下跌。那相反的，当 UST 小于$1 ，Terra 协议会燃烧 UST 并铸造 Luna。简单来说就是蒸发 Luna 越变越多，使 Luna 的币价下跌。那 UST 严重脱钩时，为稳定住汇率 ，Luna 必须蒸发代币来燃烧多出来的 UST。此时 Luna 币价正好也同时下跌，越来越不值钱。那接着又把 Luna 拿回去铸造 UST。越来越恐慌，最终形成一个死亡螺旋现象。那各位的钱就会像冲马桶一样，全部冲进黑洞里，消失不见了。牛市初期到现在年初的时候因为 Anchor 协议的关系 ，UST 需求大增。造成 Luna 开始通缩，才会造成现在的币价。但现在 BTC 已经回撤约30%、快40%的情况下，或许是大户想出逃吧，抽走大量的 UST 就因为这样子脱钩了。首先5月7号，一个金鱼开始抛售价值$2.85亿的 UST， 那可以看到这里每一笔都是300、400甚至$500都在涨，那导致稳定币一度跌至$0.98。UST 短暂走出平日的美元汇率区间 ，Luna 也跌至最近的低点61块。5月8号，大家发现推特巨鲸警告上发出的那个各种300-400万美金的警告，此时 UST 已经承受非常严重的抛压了。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锚。可以看到，当日一大早，赌矿就在推特上发文酸那些认为 UST 会脱钩的 KOL，
那他说，你们可以听那群加密货币 KOL 说 UST 脱钩69次，或者可以记得这些 KOL 现在都很穷，哇，真的是有点呛啊。其实这阵子 BTC 价格从3月开始已经回落20多%，市场充斥着各种利空消息。美联储又在加息，大家恐慌情绪已经堆积到一个高点的了。那5月9号晚上 ，UST 继续向下试探 ，Luna 和 UST 持有者的恐慌情绪不断的上升，导致 Anchor 上大量的资金被撤出。Anchor 上存款价值减少了近1/3，大约有35亿美元的加密资产被提取。LFG 投票决定部署总额15亿美元的资产。那可以看到10号凌晨 BTC 全部都已经转出来了。其实转出来不知道有没有卖掉补进这个池里啦，有的话可以留言告诉大家。5月10号凌晨，因为 UST 严重的脱锚，那知名 DeFi 平台 Curve 它的池里面已经严重倾斜了，只是死亡螺旋已经开始了，也阻止不了了。现在已经跌到比死币还低了。Luna 在我录影片的时候已经进到0，后面不知道几位数了。大家对 Luna 的信心已经崩到不能再崩了，不知道之后再出现算法稳定币，大家还会买单吗？我想不太可能吧。其实可以把 Luna 当作是一个国家 ，UST 是他们的法币 ，Anchor 是他们的银行。LFG 就是这个国家的国库啦。今天银行实行了一个20%的活存，制造了许多 UST 的需求。这一年大家一窝蜂的换成 UST， 想拿到这些利息。UST 的需求大量增加，自然把 UST 推向大于1美元。那大于1美元就销毁 Luna。Luna 的稀缺性越来越高，理所当然的把 Luna 价格不顶往上推向一个高点，那最高点好像来到119美元。但就是这个但是，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 Anchor 银行要怎么赚钱呢？除了收取贷款人抵押在 Anchor 的加密货币12%的利息，再加上一点点抵押品的收益，根本没有其他赚取收益的管道。结果是根本不够付给各位20%的利息啊！不够的利率 ，LFG 得透过不停注入上百亿的备用金才能勉强维持。前期币价不停上涨的话还好，造出的 Luna 还能立刻回补资金池，但现在熊市当头，每个币价都在猛烈的下跌。下跌的过程，大家人踩人，只要一个时间上 UST 的汇率补不起来，死亡螺旋就在这个时候诞生了。经济学有一个有名的原则叫三元悖论，也有人叫不可能的三角，是指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都无法同时实施这以下3个条件：资本自由进出、固定汇率、自主的货币政策，这3个。那第一点 ，Luna 对照这个情况呢，完全没有管制进出，不管大户小户爱提多少都可以提多少。那资本基本上就是自由进出的状况了。像这次大户提了那2亿多的美金，也是这样的情形吧。再来 ，UST 必须稳定的与美元达成1:1的汇率，固定汇率嘛，这个一看就知道了。那第3点 ，Luna 的协议基本上都是创始人说了算。允许 Anchor 放出20%的利率并且自行发了 Anchor 的代币。那其实 Anchor 代币卖掉之后，又能再重新抵押回 Anchor 协议里面，像个俄罗斯娃娃一样，一套再套，套到爽。
那抵押的 ETH 跟 Luna 利息也是自己说了算，跟现实美元的利息策略毫无相关啊。那这一点跟第3点又重合了，自主的货币政策，这3个条件要同时实现的话，必然会遭受到一些毁灭性的打击啊。这整个崩跌事件，在我研究的过程中，发现到这跟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很像啊，跟泰国也是一样的状况。汇率一脱钩，储备抽干，完全挡不住索罗斯的黑手。那这一次这个 Luna 的事件背后，是不是有一个类似索罗斯的角色呢？我们就不得而知啦。更巧的是，这时候美国政府的耶伦马上跳出来发了一则新闻，可以看一下这个新闻的画面，是不是觉得事有蹊跷呢？好啦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影片的最后，别忘记订阅一方，身体最健康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